款艺人大对决，谁也不让谁。他一直都觉得他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就是离开这个摄影棚还是家人。我觉得我比他可爱，你可以比较可爱啊，我比较聪明啊。那他吃过的苦人生经验绝对没有姐姐多。我离过婚，你离过吗？猛包竞赛太刺激，女王团也参赛。明明有脸红心跳的故事，抓着自己的肩膀，开始对舌吻，对，下货。走地下道的时候，突然走到一个转角，我就一抬头，那个男的在我面前，他就开始在追我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怕！其实是一对，因为评审是来参赛，没有吧？对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华雅演艺圈里面呢，真的是常有一些的同款型艺人的那种典型，比如说。比如说呢，同样说爱讲假故事的海产啊、小钟啊，的确，对不对？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被对方取代。哎呀，对不对？真的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邀请到3组，同样类型、同样气质、同样有点不想承认自己是同款的艺人来现场对决。对决，他们之间到底谁能够杀出重围？谁又会沦为替代品呢？今天就来分个高低，马上欢迎他们出场。今天是女王东西军，先介绍我们的东军代表。好，蔡一凡。嗨，陈哥好，大家好。杜丽。再来欢迎我们的西军代表张宇、嘉明，还有佩佩。为了给大家更多不同面向的讨论观点呢，我们女王大人加量不加价的，请到了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见代表 KOL， 没错，组成的女王团。来，欢迎介绍第一位，欢迎知名人气主播洪丽恩，欢迎人气甜点系 YouTuber 娜娜可，新生代人气演员阿 Q。我们有呢，都是美女主播的典型，没错，看到了啊。对。然后呢，第2组啊，都是深色皮肤的朋友。然后呢，第3组呢，双胞胎啦，双胞胎姐妹。对啊，这很难得看你们姐妹同台耶。双胞胎姐妹情深，没想到他们有寄生于何生亮的想法。没有，我自己是没有这种担忧，因为我跟他的那个程度其实是差蛮多，我不会觉得寄生于何生亮。不是佩佩可能会觉得有，他一直都觉得他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只要有广告试镜哦，一就说，哎，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衣服广告你要去吗？我说要，他说那我就不去了。为什么会怕？因为就是都选我啊。对，因为今天我们不是来试镜的，你搞清楚，我们不是来试镜的，我们今天是不是来比口才比？先讲好，就是离开这个摄影棚还是家人。对。这2姐妹，她们其实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相信也是从小相爱相杀啦。但是杜丽跟嘉明真的很熟，我们也是双胞胎。不要看他黑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教你一样哦。你敢说你们是双胞胎？真的睁眼说瞎话哎！这到底是谁说他们？他除了肤色深一点，哪里是同志？我觉得他们幽默感有时候还蛮相近的。但是我觉得我比他可爱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比较可爱啊，我比较聪明啊。好可爱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一凡跟张宇有私交吗？你们2个？有啊，算有，但我觉得对面3位很辛苦，因为他们一直要追赶我们。因为你看嘛，你为什么一直笑3个？你一直笑1个就好。你现在在练习反方结辩的。资历来分的，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比较年长一点，资历比较深一点，所以他们要一直不停的朝着我们看齐，要努力追赶我们，蛮累蛮辛苦的。是我以前呢，在大学当实习生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凡就在播了。哎呦，啊，好漂亮哦！哎呦，我想说，其实漂亮不一定智商高。今天就一起站起来跟对面哥哥姐姐们问好。我刚刚以为张宇要示弱，没想到倒打一耙呀！好强，我是评审，好恐怖。好，今天呢，大家骨子里面基本上都有想斗的性格。有。为什么把它隔那么远？你要知道，就跟斗鸡一样，在一个距离之内就会动手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得拉开一点。哦，如何分下高低呢？同时性艺人即兴抽考演讲大赛。好，3回合，不同主题的即兴演讲。对3
3战2胜的人，那个队伍可以获得奖金。有奖金。第一组的对战组合，美女主播大对决。你觉得自己跟对方比起来更不可取代的原因可能在哪里？你先来。就是以我们的资历来说，见的世面一定比他多，交过的男人也比不一定，这方面就不一定。而且我觉得张宇呢，他就是家世好，然后学历好，他也非常聪明，也非常美丽。但是呢，他吃过的苦人生经验绝对没有姐姐多。我觉得我不同意。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我觉得易凡姐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她一定没有我受的苦难多，因为我2个儿子。然后我觉得带儿子比带女儿难多了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离过婚，你离过吗？去那里，赶快，先打出去，不要输。你都是了解多一点，争一口气。离婚是你为什么好炫耀？早了，这边居然就是叫我赶快理，说不能输，不要输啊，不能输，真的。对，各位成熟一点好。不好意思，冷静。成熟一点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就说不，黑白就说不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黑白主播来哦，你想要选择谁先发后发，还是谁来抽题目？我选择后发。后发，所以他抽题目喽。你来先抽题目，那你先讲。好，请抽。来，抽到的题目是让我脸红心跳的第一次。这个很准备，张宇脸红心跳的第一次。好，我记得呢，就是那时候我的小朋友刚满3岁的时候，很流行要骑脚踏车，想说我要像那个法国妈妈一样，我要骑脚踏车去接小孩，然后再买一个法国面包啊，然后买一束鲜花这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跑去买了一台电动脚踏车。所以有一天嘞，就是我要去接小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脚踏车停在我家门口不见了。我那时候冲去那个我们家附近的派出所，然后他戴着口罩，然后披头散发这样进去，然后怒气冲冲跟警察先生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脚踏车被偷了，很可恶。现在人很夸张哎，连这种亲子车要偷，亲子车也偷。”然后警察先生说：“你先冷静，你先冷静。”然后警察先生就说：“好，你先不要激动，我帮你查监视器。”然后警察就2个一起哦。然后看，想说要4点了，不行，那不好意思，我去接小孩。然后我就坐计程车冲去接小孩。然后我接到小孩之后，沿路又一直跟我儿子碎念说，现在人呢没品，我们的车被偷了什么什么。然后结果就想说，怪怪的，我刚刚是不是有去 7 啊？哇塞，我是骑车去7，然后走路回家。所以我的车停在7。所以警察先生还在看格子，对，还在看监视器，然后想说，好糟哦，我怎么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那种3宝啊、渔夫，如果警察先生知道他会觉得我有多么的蠢，我要赶快自首。我又打电话给警察先生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刚来报案的那个太太，然后我找到我的车了，它停在7，然后警察先生。我听到电话的那一头呢，有3秒的沉默，就是他没有讲话，白做工。然后3秒之后他说，没关系，张宇小姐，知道我是谁？戴着口罩，披头散发的，我觉得好丢脸哦。我觉得说不会太意外，但发生在你身上的话就比较不一样。但脸红是确实脸红心跳。冰雪聪明的你，后来就找到了，你常这样。这个人我会忘记我有忘记我骑车出门了。脸红心跳，脸红心跳，很糗，尴尬。谢谢张宇，谢谢警察，感谢他们。蔡亦凡请出列，让蔡亦凡脸红心跳的第一次，请。大概初2吧。大概就是我的第一次。国2嘛。对，不是啦，第一次带男生回家。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了吧？直接这么了当，是不是？直接赢了，你直接赢了。
文对题嘛，不能就是随便乱讲。对，脸红心跳，带男生回家。带男生回家。那一次的情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呢，他的功课很好，体育很好。通常这种男生就是会叱咤风云嘛，文武双全。文武双全。然后我常常跟我爸爸说，我就很欣赏那男生，然后因为他永远都考第1名，我就把他视为我的偶像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都会跟他请教，因为我数学非常烂，所以我就会趁那个下课10分钟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可以教我这一题。但是我想要借机，你知道，靠近这个我的偶像这样。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想说，我爸爸那天有特别跟我说，他今天会晚点回家，他要教课。最好。然后我说，哇，时机来了，时机来了。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说，就是明天要考试，我真的都不会，那你方便来我家，就是把这剩下的这些题目教我嘛？啊，这个，陈哥不要入戏啊！那你爸妈在吗？你放心，我爸今天晚点回来。没有，然后没有啦。然后回家之后，其实我们还是有点生涩，但是我们其实内心本来就有点小暧昧，只是从来没有就是告白过。然后他就是很乖的，我们就在客厅，也没有在房间。然后就在客厅，就是你还指望在房间呢？对，我指望在房间，还是更小的空间。我想说他怎么都没有说要，都没有要看我房间长什么样子。好，反正我们就那边算数学。然后后来因为我房间有电话，然后我房间电话就响，然后我就进去接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进来了。他说他进来了。你刚刚都没有讲，我也不好意思，因为其实客厅有点昏暗，我房间的那个书桌灯比较亮，因为就是那种阅读灯嘛。然后我就把那个功课拿进来，我说那我们就坐在这边写数学。有在算数，你有在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整场都没有听他在讲什么，我就是看他的侧脸怎么那么帅，然后鼻子那么挺，一直想要问他要不要先洗澡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一直想说，明明有开冷气哦，夏天哦，但是我的体温真的是出奇的高，然后腋下什么都湿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差不多对，差不多要到，差不多要腋下怎么样？很好啊，腋下流汗，我想说腋下比较容易湿，然后这时候呢，就是在我情绪正高涨的时候。我突然听到钥匙插进那个大门，紧张，我噼里啪啦有人回来了，傻眼，不是说9点吗？然后我就赶快跟他说，你给我滚进去那个衣橱里。他什么也没干嘛，你是一直干嘛？因为我抓奸嘛，我自己心里有鬼，因为我从头到尾心里有鬼嘛，我心里有鬼。你们只要把客厅灯打开了，你们在客厅坐下来就好了。而且我并没有跟我爸爸讲说我会带一个同学回来，而且是男生。哦，第一次，这个是第一次，超紧张的，所以我就把我那小衣橱打开，是那种拉门，而且小小的，我就把他一个17级的男生哦塞到我的衣橱里，然后站在我自己房间的门口，他说：“哎，爸爸你怎么那么早回来？”然后就开始有点结巴，这一定有问题。然后爸爸一看就知道女儿为什么僵直感这样子，僵直感，然后就也没讲话，然后就把我推开，就说有同学来我们家里。哇，爸爸的雷达，雷达。刚才一阵兵荒马乱，应该有听到声音。门口的鞋子闻到。然后我觉得至今我仍然不理解的是，通常你要找，比如说同学藏在哪里，你是不是会先找床底？对，书桌，对，或是门后、窗帘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这么了解我，哎，他就一个箭步，然后到我的那个房间门口，然后默默的把那拉门拉开，就说就这样，哇塞，开衣橱了，直接开衣橱，淡淡的跟那个模范生说，你可以出来了，不然这样会闷到。好贴心哦，怎么那么贴心？那你之后再见到这个同学有没有很尴尬？没有，我们后来在一起了。哦，对，爸爸助攻，在国中。对，我们国2一直在一起到高中3年级，5年，很久哎，很浪漫呢。他就是我美好的初恋，也是我脸红心跳的第一次。我觉得非常精彩，来，请回座。谢谢。两个人的精彩程度不同。好。蔡一凡代表的是女王东西军的东军，好。张宇是西军，好。你的票投给谁？一个一个来。阿 Q 准备，请举牌。漂亮，7個，請舉牌。東軍一票。哇！紅藜麥啊，紅藜麥，請舉牌。這個。哦，2比1。八小玉，請舉牌。Hello，我们比较像颜，我也是东。陈哥不
不举啊，不是，不用举，对不起，那个不举，不用举，你在嗨什么？不用举，已经3，你脸红心跳，我脸红心跳了，已经要举不举？什么要举不举？对，要举不举？爱举不举？先说为什么你投给了希君？我觉得，因为他真的是第一个的就当下第一个的故事，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即兴能力是很强，而且他还就是因为第一个嘛，已经够紧张，他还敢找芭蕾姐去演，去尝试，还敢找别人去讲他的故事，我觉得这是很大胆的事情。那时候为什么投给东君？我是觉得比较符合这节目的体脂啦，会让人家有代入感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主播他的那个起承转合都非常完整，而且我觉得他当下那个手舞足蹈那种兴奋，很像他当下就发生这件事情，很有画面感，很有画面感。我连他虽然那个男生没有进来，可是我都从他的画面看到男生躲在衣橱里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听完会觉得好像这人在现场，好像都跟着湿了，感觉这样。腋下紧张，腋下都好紧张哦。而且我觉得一凡姐很用心，她都有在里面偷塞一些会让人听错的那个小梗，什么就双关的那种，对，什么进来了这种，我进来了，都怀疑她在开车，有人按东西。其实我智商没有那么高，我没有想那么多。他纯粹只是肉欲的分享而已啊，没有别的。恭喜第一回合东君获胜。你们有脸红心跳的故事吗？你有，我有。哦，这个故事其实说来有点难以启齿，应该发生在大学生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们是念大学，然后我们住宿舍，然后小时候恋爱都是会先看外在嘛，因为他的身材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运动的，就是因为他们运动的人，他们去洗澡，他们是不会穿的太多，他们连出来的时候都是裸着上半身，可能是展现。对，然后只有围一个围裙，一个浴袍就围到下面，下面里面可能也没有穿。然后每次经过的时候看就觉得天哪，就是如沐春风，眼睛就是在每天吃冰淇淋，过着这种人生。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学生的时候，学生时代都会去中午晚上会去打工，就学生的那种外面的餐厅，然后是开在学校里面，然后我就带一些可能一些不是残羹冷炙啊，就是好吃的东西回去分送给可能住在宿舍的同学或学弟，然后我可能也会边照顾他。你们在交往还是只是？没有，就是纯室友。对，单恋吗？是单恋吗？也不是单恋，就是我们。知道你对他有好感。我就是当下也会觉得他可能是异性恋，我是同性恋，大家知道哈，不用解释吧？不用解释。然后就有一天晚上，他就好像是喝了一点酒。那个时候是我们宿舍要放暑假，可能是在几个人，然后我还在，他也还在，然后喝了酒，突然因为我们住在3楼，都是同一层，他突然说：“哎，娜娜口，你等下我有事跟你讲，你等下来顶楼一下。”哇，我想说顶楼，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我自己没有很有自信，我也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民风还没有那么开放，20几年前，大家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可能有的还不是那么接受程度，所以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接近我太多，会被人家误会，或者说你对我太好，别的女生可能会以为我是同性恋，所以不敢接近我。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这个，结果那个时候很没有自信。就我一上去之后呢，因为我们就是有那种围墙嘛，就靠着后面围墙下面就是1楼的，不是要跳下去哦。对，有他推你下去。我就靠着围墙，就是吓破胆。我先等他，我靠着围墙，然后就走进来。他也是穿着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的，只有一个穿这样子，他穿这样子。为什么没有别的衣服啊？这就是为什么脸红心跳第一次，这很怪吧？对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以为要跟我讲，可是他平常就这样穿，所以我也不疑有他。然后就走过来，然后就面对我，他就抓着你的肩膀，就开始对你舌吻，大舌吻，而且是那种大，不是那种小小的那种，这种青竹丝那种哦，是那种大蟒蛇，就跟我深蓝吗？就跟我深蓝吗？蟒蛇那种，蟒蛇的舌吻。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，因为我。不敢说，这个说就是节目可能会禁播，对，然后有在一起了吗？没有在一起，你被启蒙了，对我被启蒙了，你被开发了，被开发，就想说原来舌吻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情，哦，这是我那天最大的收获。姐妹情深都是假的，双胞胎 PK 超火爆。我就是从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吸收营养就比较多，所以脑袋比较聪明。我想要先打。反正你说了太嘛，对啊，听一个人就好了。如果待会说的话，不要太走心哦。我
被启蒙了，你被开发了，被开发，就想说原来舌吻是那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哦，这是我那天最大的收获。当然是大三，但我们聊天聊到一半而已，我们聊到一半，就是对我们只有聊到一半，对，因为而且那个时候是在顶楼虽然没有人，他还是会有人上来的。可是就是他想要嘟梦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真的不行，因为真的会有人，我怕真的有人。那个时候民风还没有淳朴，而且大家真的会上来，我就觉得很可怕，就是完全切题，完全切题。奖金，陈哥我通告到这边，我奖金先拿走了。那我想问，所以那个男生现在他有出柜了吗？没有，他后来就是结婚了。他还是帅吗？我告诉你，帅，还帅，而且真的。哎，那表情感觉真的很帅耶！好天长路对，不能说太多，他们俩现在距离很远。谢谢陈哥把我圆回来。对。第二组对战的组合，哎，是我们的老外艺人大对决，由东君的宋林奇，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的经验比较丰富啊，是不是？我有当过厨师啊，有开过公司，我也是歌手，我现在也有是农夫啊，我也是在美国也有很多房子啊，所以我一辈子的经验还有故事什么都会比较多，而且我很有才华，也会唱歌，虽然我不会跳舞，但是我敢，而且我在节目上什么都敢做，是，对，所以他是大哥，好，到这边结束，东君获胜，对。你退回进了。好，两边一样，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输哦。你要先攻后攻还是选题目？对，因为刚刚他后面大家都忘记前面的故事了，所以你要后面对不对？可以。好，哦，所以你要后面。那你来选题目，请你请回。OK， 请回。好，你要听好题目哦。这一组即兴演讲抽到的题目是。哇，人好严肃。哎呦，人生怎么样？人生中最吓破胆的这个我不喜欢，一定很精彩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对，我知道什么意思，这个我不喜欢。没有人吓到你，吓破胆的那一刻就是现在。就是快闹，现在效果往这边退。这多才多艺的来了台湾20几年的杜丽，她要说出最吓破胆的那一刻。因为我在美国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已经刚讲了嘛，我在美国有农场，也有几个房子。那有时候我回去美国的时候，我都是我的经纪人会陪我去，或是其他的台湾朋友会陪我去嘛，就变成我自己好累，变成我去哪里都是我要开车，你要招待大家，对我就是要招待大家，对啊，不管我们去哪里，而且你知道美国很大，所以每次，譬如说你从我家开到洛杉矶，我们要开6个小时。哇！那我就大概4年前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说啊，我们这次回美国前，你一定要去办你的国际驾照。是。那他去办他的国际驾照，我很开心。但我们一到了美国之后，他说啊，我路不熟啊，我不敢开，而且我的 pickup 都是那一种旧的。但是我们一定要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去载东西，丰农场，这是我工作用的。那刚好那时候我们就开车去市区。那市区离我家蛮近，15分钟而已哦，很近。而且你要开那个高速公路，只有一个交流道，对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下嘛。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，我就把钥匙拿给他，我说现在白天，车也没有到很多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开车回家，你要练习一下，不然就是下次如果有问题，我喝醉或是干嘛，你要开，或是我睡着了，你要开，那我们要怎么回家？对，他就开始开嘛，一开始什么都很顺，上高速公路，我们就是下一个交流道，只有一个交流道而已，就一个，而且每一次回家的时候，我都会跟他说啊，你看到这个大路牌，你就知道要准备右转啊，你要一直提醒他，所以我就说哦，但是我们现在开车回家的时候。我不要告诉你要怎么开，看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在听我讲话。好，他说好，然后很有自信的开，就开这样子。那我不讲话，我已经看到那个大牌子，我已经跟他讲那个牌子。该打方向灯了吧？过了，那我就说啊，什么意思？你没有看到那个牌子吗？你没有看到？哦。那他就讲台湾最爱讲的一句话。
不好意思哈。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到了前面你就看到那个加油站，你就左转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回来。对，好，那你就看到我们过这个桥之后，你就知道也要准备左转哦。对。他说好，然后开始开，那个地方要准备的地方要左转，已经过了。有过，还是决定不提醒吗？你还是不要决议不，我还是不要提醒嘛。他又讲了一句话，不好意思。那我想说，那这个对吗？这个对吗？然后他说没关系，反正你又到了市区，你回转之后就是第一个交流道。我讲的够清楚有吗？有够清楚，很清楚，我都会走了，应该会走吧？会了，已经到家了，我下次载你啊。然后说好，然后左转出来就开始开，招牌，然后说那个拍子快到了，我想说我已经累了，我想回家。说你有看到那个拍子吗？快到了，他就，那我的那个 pickup 因为很高嘛，就开始这样，那就差一点就是到那个交流道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水沟，然后就车子就停在那个水沟前面，就是这样斜斜的。那我心脏一直跳得这么快，然后我说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们已经回来了3次，你为什么还这样子？他说。不好意思，然后我就生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生气，因为我一直很紧张，因为我在我农场其实有车祸过，差点死掉，那时候6个肋骨断了啊，那膝盖有我自己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，我那时候翻车的记录，而且那个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那边也没有医院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自己爬出来，对，自己爬出来，然后等了半小时，救护车断掉，有根断掉了，刚好就是有一个邻居听到这个声音，车祸的那个声音，然后去救我，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下车，你给我下车，然后我自己开车回家，然后我就一边开一边念，一边开一边念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脏有点很痛，想说是不是太紧张？太紧张，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我阿姨，跟她说我们现在要到家了，但是你肯定要多注意一下我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快中风的那一种。佳明火力全开，这个故事也敢讲。我在他的房间里面，我们在聊天，突然阿嬷你都没有敲门就进来，关灯嘛，然后很暗，所以我是这个颜色，所以阿嬷看不到我。然后他在找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摸到我屁股，然后阿嬷就说。太紧张，所以我马上打电话给我阿姨，跟她说我们现在要到家了，但是你肯定要多注意一下我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我快中风的那一种感觉，就是吓到我就。也太气了。对啊，太气了，那就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但是我们下礼拜又要回去美国。他也会一起吗？陪你去吗？他也要陪我去，对他也要陪我去。你为什么他是 trouble？Come on， 你为什么要找他？因为他要帮我拍片啊。是不是？他要帮我拍片啊，还要做一些工作啊。《公路惊魂记》非常好。谢谢杜丽，请回掌声。佳敏 ，Are you ready? Yeah, born ready。他很聪明，他刚刚讲说，后面讲的那个大家都不记得前面说些什么。对，现在大家都忘记他的故事。还没啦，还记得？还记得，还没啦，还没啦，车祸嘛，才记得。 30岁了，一定有吓破胆的那一次。我在台南读书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去我女朋友的家，然后我在女朋友的家，然后突然就下大雨了，很大雨哦。 然后就是很大到路边就是有封闭，就是像会淹水的那种。对，淹水，对，所以我没办法骑摩托车回家。OK， 对，所以留下来过夜。对，所以女朋友给我。你是想要上一个题目？没有。等一下，题目都是一个故事。你刚才躲进柜子，我们要讲的是吓破胆那一次。有，我还没到。我要怦然心动，还没到。你要躲进柜子吗？我现在说，这个可以吗？他说可以，因为他家在2楼，但是他家人在1楼。哎，对，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在他的房间里面，我们在聊天，对，聊天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他 highlight， 聊天，我们都懂得懂。然后突然阿嬷，你都没有敲门就进来，开门了就进来了。聊天的时候有穿衣服吗？
当然谁在聊天穿衣服？谁在聊天的时候穿衣服？没有，在聊天穿衣服，怎么会有人聊天穿衣服？在聊天穿衣服，太心里了。所以我们在阿嬷进来了，对，阿妈进来了，然后就是，但是刚好你通常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关灯嘛，然后很暗，所以我是这个颜色，所以阿妈看不到我。加上阿嬷，她的耳朵也听不到，有点重听，老了，重听，对，老了，所以我就在那边不敢出声。然后她在找东西的时候，不小心摸到我屁股。你在找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为什么阿妈要去房间找他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摸到我屁股，然后阿妈就说：“妹妹哦，我就跟你讲啊，你在房间里面就要穿内裤哦。”哇！然后就妹妹就是紧张，就去楼下，然后我就跟大家说，然后他爸爸是警察哎，很严肃的那个警察，对，所以我在那边我的心跳，哇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哦，听得到声，我也听得到我自己的心跳。后来呢？那结果我们就很顺啊，就是爸爸很顺是哪个部分？对，就是爸爸接受你了，对的，接受了，对的，因为很正常嘛，是女生是大人了，不是小朋友，不是18岁以下了，不是大家都是大学生。所以他爸爸知道阿嬷摸到你屁股吗？其实我不知道阿嬷为什么会觉得她的妹妹的那个屁股会很翘，因为你看。我的跟他的就差很多，我的比较那个啦，我知道，但是给阿嬷一个福利，对。福利，阿嬷的福利，这个故事，阿嬷的福利，你认为是给阿嬷的福利？我有听错吗？不是，我根本就看得到。阿嬷就刚好摸得到，就她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情，不会忘记这个触感，对，会觉得哦，妹妹哦，你的屁股那么翘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最那个吓破胆那一刻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看到了，还有礼貌，客气了，谢谢。好烦哦，哇，好难哦，这个好难哦，对啊，两个都好难哦。阿 Q 准备好，请举牌。哦，我是室友，对，太慢了吧，好可爱啊，粉红色，娜娜哥，请举牌。粉红色，洪黎恩，我觉得好，这个我们都不用投了，奖金，你们3个就已经过半数啦。对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因为其实我觉得配杜丽的脸蛋，然后配他的国家，其实就他在讲高速公路的时候，其实就差不多会猜到吓破胆会是怎么样，就是那美剧很常发生，其实不意外，但他的非常有趣，又好笑，又可爱，而且有阿嬷那一趴实在是太就是很反转，阿嬷突然摸上来，而且没有爱情，有爱情，有亲情，又有警察，都有，就是各种元素，是一个戏说台湾动作片，对，戏说台湾有爱情，有亲情，有警察，对，然后又有警察，就是还会抓小偷的那种拉拔，哇，这个还得了啊，给他拉拔，哎，恭喜细菌获胜。我刚刚听完2位，我觉得真的没有我这个吓。哎呦，没有，上去，我们是一对，我们其实是一对，今天评审是来参赛，没有啦。对，真有多吓，真的是发生在我高中的时候，因为高中的时候都还是要补习嘛，就在我要去前往搭车去补习班的途中呢，突然我这样走，就有个男生就突然冲向我，就说，哎，那个就是妹妹，请问一下你们这附近有医院吗？就很慌张，然后我说，哦，好像在什么地方，他就说因为我的家人出了车祸，然后他们需要就是要写这样子，要书写，然后我说，哦，他说那你会折纸袋吗？那种垃圾袋，就给我一张纸，你会折垃圾袋吗？我就说，哎，我会啊，他就说好，你可以帮我折一下垃圾袋，因为我要去旁边取一下我的体液来验我的血型。垃圾袋，对，就那种就是我们吃厨余那种放在，对，那种纸，对，陶瓷，对。然后他就说哦好，我就说好，然后他就跑去车子的后面就开始去取他的体液，然后呢我就开始在折，但边折的同时我想说不对啊，验血为什么要去
就是那个呢，不是应该就去对，所以当下我就想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会折乐乐袋，我就把它纸就丢掉，我就开始继续往前走。然后边走的时候我还想说，哇，我好机灵哦，怎么没有被他上当，没有骗这样子？但是因为我呢搭车的途中要经过地下道，所以我还是得去走那地下道。结果呢，我就走地下道的时候，突然走到一个转角，我就一抬头，那个男人在我面前。双胞胎姐妹互斗，爆出恐怖黑历史。高三交了一个男朋友，那个男朋友呢，他是双胞胎。我跟哥哥在一起，大概过了半年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大家就一群朋友在一起玩，然后玩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那个弟弟才讲出来说，突然走到一个转角，我就一抬头，那个男人在我面前，然后呢，他在干嘛？他在自我安慰，然后自己跟自己聊天。我就整个就是吓到，因为你知道小女生、高中生，我真的是吓了傻眼。但是我脑中就想着说，因为有人不是说遇到这种变态，你就是要大骂他什么你很小啊，叭叭叭。所以我就开始这样，你很小什么，你变态啊什么的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帅气，就开始往前走。结果走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后面就有那种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往后看，他一直在追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边追的同时，他就边大喊说啊，你不要跟我停跑下来，什么你不要走这样子。然后我在地下道，我就是用手刀在狂奔，然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用尽了全力往前跑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在前进，那种腿软的感觉。然后你知道那个地下道真的感觉好像看不到尽头，追上怎么超恐怖。然后还好当下突然就有一个妈妈，她就从地下道另外一头走下来，她走下来的同时，那个人就突然停住，然后再往后跑。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完全腿软的跌在那个就是楼梯上面。之后我就是有整整将近2个月的时间，完全不敢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就只要有人一靠近，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哇，这个是我吓破胆的故事。哇，好可怕！其实很怕的，全身而退。对啊，真的哎。好，目前1比1，第3组对战组合准备。哎呦，双胞胎姐妹来了。有双胞胎，两个呢当姐妹也当了超过30年了。有双胞胎有点吃亏，就是因为什么都一模一样，所以从小到大大家都会拿我们比较，就是哎谁功课比较好，谁比较胖。从小大家都是说佩佩营养比较好，佩佩比较大只，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说，对。我就是从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吸收营养就比较多，所以脑袋比较聪明，逻辑性也比较好。如果待会说的话不要太走心哦。好精彩哦！最后决定胜负就靠这2对姐妹了。对，好，请猜拳。佩佩 ，Go Go Go！ 石头布，耶，我赢了。先答后答。我想要先答。他们都说后面讲的大家印象，现在赢的都是赢在后答的。节目如果太长，后面至少我比较好看。好了解啊！我还会好会做节目。真的啊？你认为有可能说，因为你讲的很精彩，然后节目够长，然后就把它砍掉？不用了，请去他的部落格看。太痛了，这个部落去部落格看就好了，听一个人就好了。一个同样的长相的人讲1次跟讲2次，干嘛呢？是不是？对，说的也是，我一个人领就好。所以你要先讲。对，我先讲。确定？确定。1准备，佩佩请回。题目是，注意，来听好哦。题目是最想带进棺材的黑历史。大概跟哪一个有关？有很多人知道吗？没有，你的没有人知道。他知道吗？他可能也不知道。请开始。各位评审、各位观众朋友、各位主持人，大家好。加分。东京的选手依依。我高3交了一个男朋友，那个男朋友呢，他是双胞胎，他们是一对双胞胎，讲双胞胎。你们两个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只有我跟哥哥在一起。然后其实那时候在学校，我跟哥哥还有弟弟跟他女朋友，就是我们算是风云人物，就是所以我们4个常常一起出去玩。然后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，但好景不长，后来弟弟跟他女朋友分手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带弟弟走出这个就是阴暗的这一段时期。所以我们就带他去儿童乐园，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。
吧，因为儿童乐园。高山去儿童乐园。对，去儿童乐园。他们要介绍你。我们就想说，哎，那我们就带他去狂欢，带他去玩。咖啡杯其实你坐上去之后，那个效果会跟喝醉一样，你转个圈圈，那个有点那太恐怖了，你会发那比酒醉恐怖多了，真的，有点道理耶，是不是？你会觉得懵，然后分不清真真假假，谁是谁，你都会分不太清楚。就这样做了大概有3、4轮下来之后，我们真的3个人都好忙，然后忙到我们就是走路这样子，这样就要互相扶这样。然后我就依稀看到就是，哎，我男朋友在那边，我们2个就牵在一起。该牵的也牵了，就是该摸的也摸了。我说抱也抱了，这样。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忘了。大概过了半年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大家就一群朋友在一起玩，然后玩真心话大冒险，然后那个弟弟才讲出来说，你那一天牵的摸的都是我。我说你会感觉啊？对啊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他怕我尴尬，而且他其实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女生也可以，就是他那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说，哎，虽然没有女朋友，但有一个女生可以给他温暖，然后就是也可以就是互相这样依靠着，他觉得内心有稍微得到一点安慰，所以他就不想把它讲出来。那我就说，哎，那你哥呢？他说他哥其实知道，但他哥也就是为了要给他弟弟安慰，然后就是让我一起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有一次有一个男生呢，就是我们大家一群人去他家做功课，然后就用他的电脑，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来看他又看什么 A 片，就发现他的 A 片里面有一个双胞胎姐妹的剧情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，因为我就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他会想，他可能会幻想，我不知道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怎么有双胞胎的？他就说啊，男生都会有这种幻想，乱讲话，哎，这样哪有？性癖，这个蛮恶的。贝贝，请出列。最想带进棺材的黑历史。姐妹相残不单纯，把语一眼就抓包。他们说你们房间的上网的 U 盘不见了，网路线啊！我每天都会把那个 U 盘拿起来，我这次怎么没有拿？然后我就。白孔哇！这个老师你说的吧？他真的只是为了这个丢脸吗？最想带进棺材的黑历史。因为以前呢，我们有一起那个主持一个旅游节目，是到对岸去介绍就各个省份的风光嘛。他们都会有政府官员来带着我们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哪里，他们就会一副就是他们就有通行证的感觉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就是在饭店那个起床要出外景了，然后就留那个企划跟台办，就是政府官员在饭店在那边办那个 check out 手续，然后我们这一台车我们就先出发了，然后就开着，就后来我就接到电话，就我们那个节目的企划，他就有点发抖的打电话来，就佩佩，我跟你说哦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我真的很不想打这种电话，但是我该讲都讲了，没办法，他们还是要我打，我觉得这样很侮辱你们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今天他们说你们房间的上网的 U 盘不见了，网路线啊？对，我们就是一个小 USB 这样小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们主持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可是他们就说不行，今天一定要找到，因为那个不便宜。我说没关系。不用为难，我们现在就立马回去。然后一到饭店之后呢，我就看到我们那个企划的那个小姐姐就那边气到发抖，就说你们真的不用回来，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就拿制作费赔他们这样。我说不用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委屈，来，大家来，我就把我的那个行李箱咻就打开，对 ，notebook 的那个袋子一打开，我说 USB 的那个 U 盘呢，根本就在这里，怎么会在我这里？奇怪，怎么会插在我电脑上面？天哪！我想说奇怪，剧情怎么会这样子发展？我说等一下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怎么可能谈你们这个东西？我带回台湾我也没有用啊，因为台湾也不能上这边的网络啊。然后那个政府官员就说啊，没关系，来旅游大家带点伴手礼是正常的。怎么老有？伴手礼，我要拿这个留念。我说啊，没关系，不留念啊，我们知道小女生都喜欢拿点小东西，正常。来，我回去叫我秘书买一打给你们。
我就说我没有要，我怎么奇怪？我每天都会把那个 U 盘拿起来，我这次怎么没有拿？然后我就看一下依依，然后依依就说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就说，结果原来是电脑是你收的吧？他说，奇怪，好像是怎么会？然后可是我丢脸，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，哇，谁比较强？重点是谁比较强？是坏的意思，根本就不记得，搞不好其实你不能栽赃给我啊！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，我营养比较好。反正那个不是你忘的就对了，对，所以这就是我的故事，谢谢大家。哇，请回座。是故意的，我觉得你的故事不错，而且你的故事有加他，所以是2 in 1。对，2 in 1，对。这一段黑历史，谁的历史让你最有感觉？阿 Q 准备，请举牌。差一点。对。Nanako，请举牌。1比1。就是你，关键了。洪黎恩还没有，还有主持曲。因为刚刚的是戏说台湾的佳明拿下，所以我这次要颁给花系列的我们的东区。真的是花系列，他真的是花系列，花系列。哇！像是多少？关键了，关键。最后的关键，救命啊！就可以决定今天女王东西军获胜的队伍是谁，请举牌。我从非洲来的，我需要这个奖金啊！为什么投给东军？因为他那个故事还是太有符合他双胞胎的身份，然后加上他刚刚的一切，就是很符合整个演讲的流程，对，我觉得还很棒，对。但 Nanako 不这么想。我觉得佩佩她有一个妙处，就她很多迂回都是要攻击姐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倒打一枪呢，这打得蛮漂亮。对，我就打在这一个点上。是，因为你那个呢，我不难想象。我就是我其实就单就事件本身，倒不是他们怎么叙述，就事件本身，我觉得这就是符合黑历史的主题了。哦，那个呢？他那个更黑，他真的只是为了这主题骂他姐姐。是啊。对了，逻辑上是这样。你很强哎。好。哇，获胜队伍。请起，女王东军请出列，颁奖。好，第二位助理，玉笑，恭喜100，来笑，谢谢3位。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，都有一句很有道理的话：戏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。只要找到自己独特的魅力，就不怕别人谁来当你的影子啦。当观众一想到那个某种风格，那就杜丽啊，对不对？阿嬷摸屁股啊，啊，基本上能够让大家一想到某种风格就想到你，那就是已经成功了。祝福大家能在演艺圈屹立不摇的，继续带给观众朋友更多的欢乐。祝福，谢谢你们，家庭幸福，谢谢大家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